2018年，瑞银集团和普华永道联合发布了年度亿万富豪报告，中国亿万富豪人数增至373人，财富总额增长了 39%， 达到 1.12万亿美元。其中亚太区整体增幅为 32%， 中国于2017年诞生了106位新晋亿万富豪，平均每周新增2位以上亿万富豪。但是2018年福布斯统计的中国亿万富豪人数却是476位，而总财富却只有 1.06万亿美元。好像两份报告在统计上存在差异，原因在哪里呢？瑞银集团和普华永道的报告主要关注的是那些隐形财富，也就是那些非上市企业和私人资产，而福布斯的排行榜更多的是公开可见的财富，比如上市公司股东的股权以及房地产等等。所以如果你只看福布斯的榜单，可能无法完整反映那些拥有巨大私人企业和离岸资产的富豪的真实财富。这其实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国背后有很多不被公开讨论的隐形富豪，这些人手中掌握着巨额财富，而这些隐形财富的背后往往有着深厚的政治和资本背景。2012年，阿里巴巴公司准备在美国上市，打算回购一半雅虎所持有的阿里巴巴的股份，金额为76亿美元。这家电商巨头通过向顶尖投资机构出售股份，筹集了部分交易资金，其中主要包括中国的主权基金以及3家著名的中国投资公司，它们分别是博裕资本、中信资本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机构国开金融。然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阿里巴巴并未详细说明这些投资公司拥有的深厚的政治背景。博裕资本创始人姜志成，前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孙子，他帮助马云谈妥了收购雅虎所持阿里巴巴股份的一半的交易。姜志成旗下的博裕还有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国家开发银行和中信集团公司的私募股权投资部门组成的投资者财团提供了所需71亿美元的部分资金，并且当月还有另一家公司也购买了阿里巴巴的股份，这家公司叫新天域资本。其中中信资本包括朱镕基之子朱云来曾任中信证券总裁，中共情报高层孔元之子孔丹曾任中信集团总经理，解放军高级将领之子常正明曾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前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王军中信集团创始人之一，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人之子荣志健领导中信泰富，与中信资本有资金关联。然后是国家开发银行，其前董事长陈元是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陈云的长子。而新天域资本呢，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就是这家私募股权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随后新天域资本通报到2013年年末，他所持有的阿里巴巴股份的价值达到了初始投资成本的 3.73 倍。这条信息来自公开披露的文件新天域资本的投资者之一，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合伙人公司 Legacy Capital 的财务报告。
2年后，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财团获得的阿里巴巴近5%的股份，价值飙升。而这些红二代们聚在一起，难道只是为了赚钱吗？阿里巴巴采用的是 VIE 可变利益实体架构，这种模式常用于规避中国对外资进入互联网行业的监管，使公司能够在海外上市，并吸引外国投资者。由于 VIE 架构并未完全受到中国法律的明确承认，它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通过海外控股公司持有中国核心资产的方式，使得这些红二代们的资金可以合法流向海外。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2015年6月12日，中国爆发了严重的股灾，上证指数从5178点跌到3500点左右。中国股灾共蒸发了超过5万亿美元的市值，成为全球金融史上最大的股市崩盘事件之一。而阿里巴巴的股价也从2014年高点110美元跌至2015年低点59美元。这次大跌让中央震惊，并怀疑有红二代勾结外国金融机构做空中国股市，于是中央下定决心整治金融市场。2017年6月，安邦集团吴晓辉被中国有关部门带走并接受调查，随后他在2018年5月被正式判刑18年，罪名包括集资诈骗和职务侵占。然后明天系掌门肖建华2017年1月27日在香港四季酒店被带走之后，被带回中国接受调查，并于2022年8月判处肖建华有期徒刑13年。吴晓辉曾是邓小平外孙女邓卓冉的丈夫，并且是陈云的长子，陈元的合作伙伴。而肖建华与贾庆林的女婿李伯坛有生意往来。随着中国国内的政策收紧，加上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改变，在所有人都不看好中国经济的情况下，一个新的计划开始酝酿。2020年7月20日，蚂蚁集团正式向上交所科创板和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计划在上海 A 股和香港 H 股两地同时上市。到2020年10月26日，蚂蚁集团宣布其 IPO 定价，A 股价格每股68.8元人民币 ，H 股价格每股80港元。IPO 总融资额约345亿美元，成为全球史上最大 IPO。蚂蚁金服背后资本可谓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中投公司和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着数万亿美元的国家资产，通过旗下私募股权基金参与蚂蚁金服的投资。社保基金作为国家社保储备基金和中国人寿作为中国最大保险公司之一，也被引入蚂蚁金服的投资方之一。有这些国有资本来垫底，红二代们几乎全员出击。除了马云的老朋友们，陈元的国家开发银行、朱云来的中信集团、姜志成的博裕资本和温云松的新天域资本，还有柳传志联想控股的弘毅投资，以及贾庆林的女婿李伯坛控制的北京招德投资。除了国有资本和红色资本，蚂蚁集团还吸引了一些国内外投资者。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美国私募基金巨头凯雷投资集团，以及由马云和多位富豪联合创办的云峰基金。然而在这些巨大的权力和资金背后，蚂蚁集团有着核心的问题：蚂蚁的放贷模式。蚂蚁金服本身并不直接承担大部分贷款风险，而是通过联合贷款模式将贷款放大，并由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资金。仅有约 2% 的贷款资金来自蚂蚁金服自身，其余 98% 来自银行等金融机构。这意味着蚂蚁仅凭少量自有资金就能撬动50倍以上的贷款规模。在 IPO 前的2020年6月，蚂蚁集团的消费信贷规模已达 2.15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花呗余额 1.73 万亿元，借呗余额 0.42 万亿元，蚂蚁自有资本仅约350亿元人民币，意味着杠杆率高达约60倍。最终，
蚂蚁金服的业务被肢解，所有幕后大佬被清除在蚂蚁金服的股权之外。然后阿里巴巴被巨额罚款，马云离开阿里巴巴，而江志成的博裕资本在2021年2月将公司的部分业务从香港总部搬迁至新加坡。然而蚂蚁金服事件的落幕，就意味着中国资本、权力与监管的角力就此结束了吗？欢迎订阅、点赞，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我在评论区等你哦。